5档也能起步，哇，这么顺！哦，这车比想象中的要轻巧哎。本田全新4缸500车系，我终于骑到了。直接说结论，顺，好骑，搞得我沉寂已久的机车魂又苏醒了。先看我最喜欢的 CB500 Super 4， 第一个感觉就是780毫米的座高，非常新手友好。我听人家说这辆车能够6档起步，所以我也来试一试。太滑了。那我看5档能不能起步？现在5档哦，5档也能起步。我感觉到它半离合其实蛮多的。虽然我用的是5档，虽然我一直觉得这个测试很脑残，但是它真的做到了。好孩子在家不要学，这个很伤离合器片。然后我个人感觉和我以前考驾照用的 CB400 Super 4的操控感相比，那可是轻松太多了。你完全感受不到它是一辆500的街车，车身的轻巧程度一点都不像一辆4缸车。夸张点来说，你几乎可以把它当作是一辆踏板车来骑。夜档低速时不会出现离合器结合不顺畅的抖动，车辆姿态非常平稳，真的是当速克达在骑呢。在赛道中，我觉得 CB500 Super 4的倾角稍微小了一点，比较容易磨到脚踏。另一方面，这辆车也很好压弯，不到1圈就让人有信心去探测比较极限的倾角。在大倾角的状态下，你对轮胎的状态感知度很强。在天马的主直线上随便开都能撑到表速150多，这还是我提前刹车的状况下。这款车有2个点我比较不适应，就是座椅比较滑，油箱比较不好夹啦，所以在重刹的情况下，身体会有往前滑的倾向。刹车的可控性不错，但是前叉的下沉量比较多。不过这只是在赛道中才会出现的问题，一般使用呢，其实这都不是问题啦。再来看看 CBR500RF 这辆车的车架几何基本上和 CB500 Super 4是一样的，不过呢，副车架稍微有一点不同。虽然坐高相同，但坐姿比较靠后，所以骑行感受还是不太一样的。首先当然是感觉压弯的顺畅度好多了，侧挂不用掉出肉。虽然跑车版有冲压进气，但老实说动力感受和街车版本差不了多少。工程师说街车版和跑车版的声音有一些细微的差距，但我觉得在低速时差别并不大，在高转速时差异比较明显。另外，我个人觉得减震器的设定可能和街车版还是有一些不同，给人比较撑得住的感觉，似乎比较不容易磨到脚踏。不过这辆车因为只是单 R 版本，所以整体的设定并不是非常战斗，还是偏向好骑、城市也能轻松骑的风格。哦，这车比想象中的要轻巧哎。转向跺脚也很够，左右翻身、低速弯都够灵活。引擎的发热量控制得非常好，感受不太到整流罩里面直吹的热浪，男性同胞不再受到威胁。这套电子离合器的设定非常滑顺，基本上从头到尾你都不用再控制离合器，只需要控制加减档。换挡的时候也不用收油门，升降档的时候完全没有顿挫。可能是因为这台引擎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考量到了电子离合器的加入。另外，我用了几种不同的动力模式，低转速的时候差异不大，主要是高转速时的差别。循迹系统的介入程度也有所不同，可以看到在城市模式下，稍微激烈一点的驾驶就能看到循迹的灯一直在闪烁。好，现在是双缸的 CB500F。老实说，我觉得500F 反而没有4缸的车这么轻巧哎。这4缸的车我评价真的给的很高，但是这个冲劲当然是比较强的啦。来，试试看3档可不可以起步。不小心骂脏话了，3档也能起步。另外，我们还试驾了双缸500全家桶 CB500F、CBR500R 和 NX500。那几款车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不过 NX500 我想拿出来说一下。NX500，哦，这个对我这对我这种矮子其实还行。那这个手把的布局就比较传统了。虽然很多人说它并不是很纯粹的 ADV， 但是我想对于轻度使用者应该还是足够的。重点是它在日常骑行中也是非常轻松的，没有传统 ADV 那种笨重的感觉，坐高也很适合新手。减震器终于换成了大家想看到的 KYB。此外，速克达 XADV 350我也简短体验了一下，它的变化在于胎压监测、手把加热和大萤幕。但我个人觉得这种大扬虽然坐高不高，但是坐垫比较宽，对于腿长还是有点要求的。
其实，作为一个拥有过4辆本田车的本田脑残粉来说，本田在参数表的战争中虽然从来不占优势，但是调教的水平还是有的。你觉得呢？